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学识 Plus。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黑伟成先生的《肾脏决定寿命》这本书。本书推荐给那些想了解如何保持肾脏功能健康的人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：第一，寿命是由什么决定的；第二，保护肾脏的2个关键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寿命是由什么决定的？不同的动物大多有其大致固定的寿命，老鼠大约3年，兔子约10年，羊约20年，大象约70年。那么这些寿命究竟是由什么决定的呢？人们常说，身体的大小等于寿命的长短，也就是说，体型小的动物寿命较短，体型大的动物寿命较长。然而，也有不符合这一说法的动物，例如鼹鼠，它的体型与普通老鼠差不多，却能活到约28年，平均寿命是普通老鼠的约10倍。另外，按照体型来看，寿命极其惊人的动物就是人类。日本人的平均寿命超过80岁，大幅超过了大象的平均寿命。那么这些体型不大却能长寿的动物，其原因究竟是什么呢？近年来，有人提出一个观点，其关键因素可能与肾脏功能的强弱有关。接下来，我们将刚才提到的动物按照血液中磷的浓度重新排列。如果从血液中磷浓度高的动物排到低的动物，就会形成一个非常漂亮的相关性图表。也就是说，血液中磷浓度高的动物寿命较短，磷浓度低的动物寿命较长。由此可以推测，体内是否积存磷，或者是否能够有效排出和调节磷，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寿命。而将磷从体内排出、调节血液中磷浓度的器官，正是肾脏。因此，可以提出一个合理的推论：拥有较强磷排出与调节能力的肾脏的动物，更容易长寿。磷是人体不可或缺却具有危险性的物质。磷最重要的作用之一是维持骨骼。人体的骨骼是由磷与钙结合形成的磷酸钙构成，由磷酸钙组成的骨骼非常坚硬结实，这是它最大的特点。可以说，人体是由磷支撑着的，这并不夸张。然而，尽管磷具有如此重要的功能，一旦摄取过量，在体内浓度升高，就会像细胞毒一样发挥有害作用。磷在体内浓度升高，主要发生在2个层面，一个是在尿液中，另一个是在血液中。首先出现问题的是尿液中的磷。在肾脏中，每天会生成大约180升的原尿。如果平时摄取过多的磷，原尿中的磷浓度就会升高。这样一来，磷所具有的细胞毒性就会对肾小管，也就是负责筛选和分类体内不需要物质的部位造成损伤。肾脏本来就是一个随着年龄增长而逐渐衰退的器官，如果在因衰老而功能下降的基础上，再叠加磷带来的损伤，肾功能就会进一步下降，不知不觉中慢性肾脏病便可能逐渐发展。而且这种情况并不少见，一旦慢性肾脏病进展，就会大大增加肾衰竭的风险。此外，当肾功能下降，排泄磷的能力减弱时，磷就会逐渐在体内积累。接下来出现问题的就是血液中的磷浓度。当血液中的磷浓度升高时，其细胞毒性会随着血液循环扩散到全身各个器官，导致各种疾病和问题频繁发生。例如，动脉硬化、心脏病、脑卒中，这些重大疾病的风险都会升高。衰老和身体机能的退化会迅速加速，仿佛加快了走向死亡的步伐。因此，如何与肾脏相处，如何与磷相处，成为决定人生后半段能否健康生活的关键。作者指出，这一点是维持晚年健康的重要核心。接下来是第2部分，保护肾脏的2个关键。有机磷中也有容易吸收和不易吸收之分。磷分为2种，有机磷和无机磷。有机磷广泛存在于肉类、鱼类、鸡蛋、乳制品、蔬菜和谷物等食品中，尤其是富含蛋白质的食品，如肉类、鱼类和乳制品，往往含磷较多。有机磷在体内的吸收率大约为20%至60%，根据食品种类差异较大。一般来说，动物来源肉类、乳制品的有机磷，比植物来源蔬菜、谷物的有机磷更容易被人体吸收。虽然没有必要过度神经质，但可能需要注意避免过量摄取肉类和乳制品。有些有机磷是不会被吸收的。在有机磷中，也存在不被人体吸收的类型，例如纳豆、豆腐、油豆腐、豆
豆浆、黄豆粉等大豆制品中所含的磷。大豆中的有机磷以植酸的形式存在，人类肠道无法吸收，即使大量食用，也会在未被吸收的情况下，随粪便排出体外。也就是说，大豆制品中的磷是可以放心食用的磷，无机磷真正需要警惕的对象。另一方面，无机磷主要存在于食品添加剂中，几乎所有加工食品中都含有食品添加剂，而无机磷的体内吸收率高达90%以上。可以认为，吃进体内的添加剂中的磷几乎都会被吸收。简单总结，肉类、乳制品中的有机磷应避免过量，大豆制品中的有机磷可以放心食用，食品添加剂中的无机磷应尽量减少。磷几乎不会缺乏，磷存在于我们每天食用的大多数食品中，可以说几乎没有人会缺乏磷。在超市中寻找完全不含磷的食品，几乎是不可能的。毫不夸张地说，吃东西这件事几乎等于把磷摄入体内，因此最应该减少的就是食品添加剂中的无机磷。若想高效减少磷摄入，最有效的策略就是把目标锁定在食品添加剂上。如何减少食品添加剂？作者建议尽量不吃那些看起来添加剂很多的食品，例如加工食品、方便面、零食、快餐、熟食、便当，这些明显可能含大量添加剂的食品，只要少买、少吃即可。当然，并不是要求完全杜绝所有添加剂，如果全部列为禁区，几乎没有能吃的东西。因此，不必过于勉强自己，只需回顾自己的日常饮食，从自己能做到的部分开始减少即可。减少食品添加剂的2个具体方法。方法1：购买看得出原形的食材，蔬菜、蘑菇、水果等，通常以原始形态出现在餐桌上。相比之下，火腿、香肠、培根、鱼糕等加工食品，往往经过粉碎、重组，已经看不出原本的样子。一般来说，看不出原始形态的食品，更可能含有较多添加剂。如果每天都吃，可以尝试改为每周1次，仅此改变，就能大幅降低磷的摄入。方法2：焯水与沏汤。香肠、竹轮等食品，在烹调前用热水焯约10秒，可以去除部分添加剂。方便面可将面和汤分开处理，倒掉煮面的水，再将面放入汤中。杯面也可以先倒掉第一次冲泡的水，再重新加水。通过倒掉煮面水，可以减少部分添加剂的摄入。保护肾脏也离不开运动。事实上，要控制磷并维持肾脏健康，运动同样不可或缺。随着年龄增长，骨量减少，骨质变得疏松，这就是骨质疏松症。骨质疏松往往是由于长期缺乏运动，导致储存在骨骼中的磷和钙溶出进入血液。这样一来，体内循环的磷增加，血液和原尿中的磷浓度上升，结果是肾功能下降的风险上升，老化与疾病加速的风险上升。也就是说，一旦磷从骨骼中溶出，不仅会使骨质疏松加剧，还会让身体陷入与长期大量摄入磷相同的不良状态。那么，要防止磷从骨骼中流失，该怎么办呢？答案就是运动。本来我们的骨骼是通过承受运动和体重等压力刺激而保持坚固的。骨组织在受到运动和负重等应力刺激时，会为了不被这种压力击败，而在骨内储存更多的磷和钙，使自身变得更加坚固。因此，要增强骨骼强度，防止磷从骨中流出，就必须养成运动的习惯。所谓运动，并不一定要剧烈锻炼。对于久坐时间较长的人来说，可以从以下简单方式开始：经常站起来活动身体，伸展筋骨，多走路，在工作或购物时顺便多走几步，从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开始动起来，就可以动与吃，是健康长寿的2大关键。怎么样？动和吃这2件事，或许正是我们长久健康生活的最重要钥匙。也许有人会觉得运动和饮食很重要，这不是人人都知道的常识吗？确实如此，但真正重要的事情，往往就隐藏在这些理所当然的常识之中。从抑制磷、保护骨骼与肾脏功能的角度深入思考，最终仍然会回到这2点：运动与饮食。如果每天坚持活动身体，就能防止磷从骨中流出，使骨骼保持强健，这样即使年纪增长，也能支撑身体，维持灵活行动的能力。
同时，如果每天控制磷的摄入，就能减少体内循环的磷含量，保持肾脏健康，这样全身器官也能维持良好状态，让我们长期保持还能吃还能消化的身体机能。从运动和饮食两方面预防磷的危害，防止骨骼和肾脏衰退，我们就能维持能动的身体和能吃的身体，活得更长更健康，健康长寿。说到底，无非2件事：好好吃饭，认真运动。真正重要的答案，往往就在那些最朴素、最基础的日常选择之中。当我们开始有意识地管理磷的摄入，珍惜肾脏的功能，也是在为自己的未来储蓄时间。能动、能吃、能生活，这或许才是最长久的幸福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